夜色融融，黝黑的天幕上缀满了点点繁星，轻柔的月光透过茂密的枝叶，洒在操场上，塑胶跑道宛若镀了银，竟带着一丝神秘之感。偌大的操场上零星有几对小情侣在跑步，魏无羡漫步在熟悉的校园里，看着手牵手一同散步的小年轻们，眼前的景象渐渐变得模糊，似乎有两道虚幻的人影从身边跑过，这二人身形相近，年龄相仿。一位身穿黑色运动服的少年快步跑到了不远处的路灯下，挥舞着手臂，黑色发丝在灯光的照射下泛着酒红色光晕，细心的人不难发现，他的发色和手上的运动腕表属于同一色系。黑衣少年向不远处一白衣少年挥手，招呼人快点跟上，声音清脆而欢快：蓝湛，快点，追上我，奖励你明天和我一起吃午饭。落后的人款款走来，月光下白衣如雪人如霜，琉璃色双眸中好似有繁星点点，平时总是略向下弯曲的嘴角此刻有一丝上扬，真要比。黑衣少年捋胳膊挽袖子，露出白皙的肌肤，右手肘十分随意搭在白衣少年肩上，冲人眨了下眼睛，当然要比，如果我赢了，你让我亲一下；如果你输了呢？那就我吃亏点，让你亲我一下。眼睛微微有些泛酸，伸手用力揉了揉，魏无羡缓缓走到路灯下，好似在不远处看见一抹熟悉的身影正在跑道上慢跑。脑子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嗡的一声炸裂开来，心脏开始剧烈跳动着，一下又一下，仿佛要冲破胸膛。他突然听不到外界的任何声音，呆呆立在原地看着那抹白色身影愈来愈近，几秒后才条件反射一般拔腿向操场外跑去。跑出好远，拐进大学生活动中心，他才停下来，弯着腰，气喘吁吁地暗骂自己蠢，心想刚才那个人是蓝湛，居然在这里碰见他了。不过我跑什么？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，为什么要跑？几步走到休息区，瘫坐在椅子上，他又在心里骂了几遍没出息，直到呼吸渐渐平复，才起身向食堂走去。以前在这里上学时，他每天都要绕远去7食堂打饭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了能顺便和某人同桌共进午餐。那人周身自带一股清冷的气质，脸上仿佛写满了闲人勿近，虽然是校草，却很少有人敢靠近。除了魏无羡，轻车熟路地从东门拐进7食堂，他先是来回巡视了一遍，发现爱吃的那家川味私房菜居然还在，莫名有些兴奋，走过去要了一份毛血旺。与此同时，一抹白衣从西门走进食堂，到健身餐窗口打了一份套餐，端着餐盘寻找座位时，恰好路过川味私房菜的档口，与他擦背而过，走到角落处寻了个位置，坐下来安静地吃饭。大概等了10几分钟，毛血旺才做好。魏无羡端着餐盘扫视一番，一眼就看到在角落里吃饭的蓝忘机，垂下眼帘犹豫几秒，他端着饭菜走到另一侧饭厅，寻了处靠门的位置，坐下来吃饭。筷子不断胡乱地在红汤里搅拌着，双目微微有些失神，他单手撑着腮，碗里的饭一粒未动。恍惚间，好像看见一位笑嘻嘻的黑衣少年，不断将盘里的蔬菜加到对面人的碗里，边扔边说：蓝湛，你看你肌肉这么发达，应该多吃点蔬菜。你这碗里的鸡腿呢？给我正好，我可以以形补形嘛。多吃一份，晚上多跑5圈。听到晚上要家训，黑衣少年立刻将鸡腿放了回去，一脸严肃：我晚上有课。对方又将鸡腿夹了过去，轻描淡写地说：等你下课一起跑。见他如此抗拒，那人叹了口气：过几天体测。黑衣少年挑了挑眉，明知故问道：所以呢？提前练习。真是的，蓝湛，你怕我不及格就直说嘛，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？是不是看我细胳膊细腿的，平时又插科打诨的，以为我不擅长体育啊？我跟你讲，我身体素质好着呢，别说体测这些小儿科的项目，你让我去马拉松我都能拿个名次。周末试试。怎么试？爬山。没问题。蓝湛，你这是不是在约我呀？你是不是有点喜欢我了？不否认就当你默认了。对方夹起鸡腿塞进黑衣少年的嘴里，耳垂微微有些粉嫩，食不言。像是觉得好笑，他微微勾起一侧嘴角，露出一个颇为苦涩的笑容，将餐盘送到回收处。正在忙着清理盘子的老大爷见饭菜的分量没少，
有些唏嘘，摇着头叹着气。年轻人，浪费粮食是不好的，你不知道啊，在我们年轻的时候，老大爷后面都说了什么？他没听进去，眼睛直愣愣地看着一个人端着餐盘，将餐具送到了对面的回收处。而后，那人转了转手腕，好似还摸了摸手腕处佩戴的什么东西，从西门走了出去。心跳骤然漏了一拍。没有人比他更懂，那人左手上佩戴的是什么？那是一条蓝色的编织手链，衔着一枚羊脂白玉的玉扣。他是因为这条玉扣手链才认识了蓝忘机，也是他弄坏了这条手工编织的手链，才买了蓝色手编绳给人重新编了一条。为了编织的尽量还原，他还和店老板学了整整1天，才勉强还原手链的样子。那时他们刚刚认识，他怀揣着蓝色手链直奔法学院，堵在那人教室门口，等着下课好物归原主。蓝忘机看见原本红色编织绳变成了天蓝色，目光微微有些疑惑，接过手链时看了他一眼。他态度诚恳地认错，眨着大眼睛凑近那个人，语气诚恳至极：蓝湛，我错了，你看我这么用心用力复原的份上，就原谅我一次吧。蓝忘机低着头，细心地查看手链上的编织花纹，没说话。他立刻举起手做发誓状，态度严肃而认真：我魏无羡自罚请蓝忘机1个月3餐赔罪。蓝湛，你不是说过每个人都需要一次被原谅的机会？你就原谅我这次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犯了。那人戴上手链，抬头问：为什么选蓝色？见这人终于肯理自己了，魏无羡又忍不住发浪，笑容瞬间就荡漾进眼睛里。因为你姓蓝呐，蓝大才子。无聊。对方撇下一句话转身就走，他立刻迎了上去，跟随着那人的步伐，笑意盈盈地说：我这个人一向说话算话的呀，我刚刚说包你1个月的伙食，你没反对，那这1个月咱俩都得一起吃。蓝忘机侧过头看了他一眼，没再像往常一样扔下一句无聊就走，而是转身换了个方向。蓝湛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7食堂。小伙子，小伙子。纷乱的思绪被人打断，魏无羡回过神，见老大爷一脸关切地看着自己，颇为担忧地说：哎，我不就是骂了你几句吗？你怎么就这么垂头丧气的？是不是有心事啊？有什么想不开的和大爷说说，是不是被女朋友甩了？哎，要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，情义3000不敌胸脯2两，喜欢就去追嘛，被甩了怕什么？又不少块肉，也不耽误你继续喜欢他。说到底，你喜欢一个人，干对方什么事呢？你说是不是？也是。我喜欢蓝湛，关蓝湛什么事？凭什么一定要他给予回应呢？